小宫女正准备向男人表白，身后却出现了一双女官的鞋，男人立马发现不对劲，可这时陆贞却对他表白，为了不给他引来麻烦，高湛立刻变脸，不仅拒绝了他的邀待，还撇清两人的关系。不明真相的陆贞伤心不已，回去后就喝得酩酊大醉，可却因此耽误了第二天的女官考试。等陆贞赶到的时候，考试只剩半小时，他请求楼上室放自己进去，就算只剩半小时他也能考好。可考试开始就不准人再进去是他亲自立下的规矩，如果这次为陆贞破了例，那以后都不会有人把他的话放在眼里。陆贞不想就此放弃，虽然笔考耽误了，可他还有艺考，此次考试比考艺考分为3-7分，就算他比考得0分，只要艺考考好了，同样有晋升女官的资格。本座绝对不允许连笔考资格都没有的人去参加艺考。见王尚义不肯松口，陆贞和他打赌，若他不能在这次艺考中拔得头筹，那他就自降为普通公役，并且终身不得参加晋级考试。见这是一个把他赶走的好机会，王尚义这才答应了下来。回去后，陆贞冥思苦想，要做一件怎样的宝物才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时他突然想起墙上的观音像，心中立马有了主意，于是第二天便报备了自己要准备的宝物是七宝璎珞。七宝璎珞乃国泰民安之意，要是陆贞真的做出了这东西，那他很有可能在此次比赛中拔得头筹。王尚义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于是命人在他的材料中做手脚，没想到还没等他下手，就有人先一步动了手。陆贞穿好七宝璎珞后，想试试冰蚕丝的韧度，竟将琉璃珠撒了一地，看着地上碎掉的珠子和一扯就断的冰蚕丝，陆贞明白了这又是什么人在故意整他，于是找到内府局，请求朱大人能不能再给他一颗琉璃珠。可这珠子珍贵无比，除了司宝司就只有贵妃娘娘才有。见陆贞泄了气，朱大人鼓励他可以用别的宝物代替。陆贞思考一会后，突然看见一旁的瓷瓶，于是询问朱大人宫里可有瓷窑，他要做一盏青瓷观音净瓶。大齐瓷业不发达，一直被陈国压一头，要是他能烧成瓷瓶，肯定能在比赛中拔得头筹。没想到陆贞不仅做成了瓷瓶，还烧出了大齐第一件白瓷。本以为这次比赛的胜利非他莫属，可王尚仪却以他与报备的宝物不符为由取消他的比赛成绩。楼上是本想为陆贞争辩，可这就是比赛的规则，文不对题做得再好也没用。就在王尚仪宣布陆贞永世不得晋升为女官的时候，朱大人赶来为他打抱不平。陆贞破天荒地烧出了白瓷，这是多么可贵的人才！你们举办这次女官的考试，不就是为皇上选拔人才，为陛下分忧，又何必拘泥于死板的陈规？没想到王尚仪丝毫不给朱大人面子，坚持要取消陆贞的比赛成绩。就在双方争论不休时，皇上下诏觐见，看见陆贞烧出了天下罕见的白瓷，皇上破格升他为8品掌针。王尚仪一听很是不服，大家都是从9品做起，凭什么他一来就是8品？况且他能烧出白瓷或许只是侥幸，还请皇上三思。为了让人服气，皇上给了陆贞5日时间，若他能再烧出1窑白瓷，这个8品掌针他就当之无愧，否则的话就做回1等公民。陆贞胸有成竹，让丹娘给自己挖来瓷土，可这次不管他怎么烧，烧出来的瓷都不白，手法和火候都没有区别，怎么就烧不出白瓷？陆贞很是纳闷，看着2堆土冥思苦想。这时他突然发现，原来的那堆瓷土里没有铁屑，这才明白原来是铁屑影响了瓷土的纯净度，所以烧出来的瓷才会发黄。找到原因后，他很快便烧出了白瓷。妃子一推开门，就发现皇上和小宫女在一起，他直接掠过皇上，甩了陆贞2耳光，又用瓷瓶砸破他的脑袋，甚至不顾皇上的阻拦，要当场杀了他。皇上见状，只能催着陆贞赶紧离开，可却被门外的小太监拦住。他和皇上清清白白，两人刚刚只是在探讨瓷器，可贵妃根本不信，一定要将陆贞就地正法。没有血性的皇上只能以命威胁，这才让他暂时作罢，寻求另外的机会收拾陆贞。很快便是1年1次的祭天仪式，太后为了在祭天仪式上大出风头，向司宝司要了镇国12步窑。可这时贵妃却来传旨也要这步窑，一个是太后，一个是贵妃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陆贞都得罪不起。明知太后刚要了步窑，贵妃就来传旨，这摆明了是在故意整自己。为了不让他抓住把柄，陆贞只好将步窑给了他。不过这步窑放在柜子里也有几10年，成色难免有些陈旧，需要2日时间翻新一下。姑姑谅他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，便给了他2日时间。等他一走，陆贞就命人将步窑埋进土里，然后拿着被做旧的步窑面见太后。太后见步窑暗淡无光，顿时失去了兴趣，反而被一旁的凤冠吸引。此乃前朝冯太后的凤冠，朝中也有不少前朝的老臣，若是太后在祭天大典上带上前朝的东西，一定会让那些前朝老臣心悦诚服。太后很是满意，收下凤冠，让陆贞将步窑拿了回去。祭天大典这天，贵妃带着12步窑洋洋得意，没想到太后一出来就抢走她风头，底下前朝旧臣更是纷纷响应，让她得尽了人心。知道是陆贞给她出的主意后，贵妃决定给她点教训，于是命人将今年回赠给贵妇们的礼物全部换成钗环首饰，然后又以皇上的名义要了10对玉镯回赠给几位郡主。等到陆贞带着玉镯来找皇上的时候，却被告知皇上去了贵妃那里，让他将玉镯送过去。陆贞送完玉镯后还没走远就被降罪，他不明所以，直到他念出宫规，位至下至，禁用玉石。可这是皇上亲自下的诏令，还没等他说完，传诏的公公就打断他。他明明说的是金镯，诏令上写的也是金镯，看他还如何狡辩。陆贞这时也终于反应过来，是他们故意设计自己，这个哑巴亏他不得不吃下。王尚仪命人摘掉他身上的披风，罚他在雪地里跪满12个时辰。皇上、太后和楼上氏都不在宫里，看他这次还能向谁求救。大冬天的，别说跪满12个时辰，就是3、4个时辰都得被冻死。陆贞没跪多久就晕倒在地，一旁监视的公公又将他叫醒，他就是死也要跪着死。晚上高湛路过这里，看见倒在地上的人，漠不关心的询问，得知是司宝司的女官后，他惊讶不已，连忙跑过去查看，竟然真的是陆贞。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陆贞，高湛着急的将他抱回了自己的寝宫，然后来找贵妃算账。告诉你，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，
比起皇上喜欢上他，高湛对他的爱更让他嫉妒。经过太医的治疗，陆贞很快便醒了过来，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，他心里有些畏惧，于是便找机会逃了出去，却在路上遇到了王尚仪。他阴阳怪气说陆贞攀上了高枝，恐怕马上就要升为娘娘。陆贞不明所以。长广王殿下，他亲手把你抱回了修文殿，难道我们娘娘还敢治你的罪不成？不对啊，我明明记得是阿展救了我呀！见高湛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没有告诉他，心想也只不过是对他玩玩，留下陆贞不可置信的待在原地。为了搞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陆贞又回到了寝宫，可却在这里遇到了高湛。陆贞询问他到底是什么人，知道自己瞒不住了，高湛准备对他坦白。再见长广王殿下，长广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